然后我们先复习上礼拜160页这边真实禅161页。从这几篇经文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其实是建立正见之后，对不对？比如说对佛陀来讲，如实知见到六处入处的这种原生，所以它是无常，它是无我所的。因此在六根处境的每一个片刻，每一个当下，离断对于境界的这种贪爱跟执取，然后保持在这种明觉舍心的状态，其实这就是禅修，对不对？就像说我们看那个婆斯叉婆罗门女，有没有？她如实知见了四圣谛之后，在她六根处境的生活境界当中，随时自觉性的见贪嗔痴，离贪嗔痴，这就是禅修。那所以等于是说，建立正见之后，随时在六根处境的过程当中，自觉性的离断五盖，让心无所抓取，其实这就叫做真实禅，对不对？我们上礼拜是不是谈到这个地方所以事实上在这边可以做一下一个观念上面的一个反省，就是我们一般在这个佛教界里头以为说禅修就是到某个道场，根据某个禅师，然后就在那边打坐啊，观呼吸啊，或者观腹部的胀缩啊，或者干什么这个样子其实这是借由实际上这是借由自觉性的在一定的条件底下，心系在一个固定的所缘上面去降伏五盖这是一种安止禅的修法，安止定的一种修法啦。那其实透过这个安止定的这个培育，就是在培育克服五盖。对，克服五盖要干什么呢？克服五盖之后，就要去如实照见六根处境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实相，所以要由止转观，所以止观。但是止观的培育之后是要干什么呢？测见实相。透过止观的培育，测见这个生命的实相之后，其实才真正进入我们说生活上面的禅修里面。这几篇经文这样大家可以看出来吗？有没有？所以这跟我们原本在这个佛教界里头那种所谓动不动就怎么样的那个禅法的这些修正，其实跟在原始佛法里头有一定程度的差别。那在部派佛教里头，它主要是从比如说它特别应该主要是从《清净道论》所整理下来的16观智的那种修行方法所以它是借由心的安止转观，然后呢透过16观智的历程，他们想要去在最后的状态里头，叫做去体验明色俱灭的那种涅槃境界。我们不对这种修法做什么样的评判我们把它保留，因为这是《清净道论》是觉云尊者他们在整理下来的这样的一种部派佛教的主流的禅法。那其实这样的一套禅法，你可以看得出来，跟原本在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教的禅法，其实在进入跟根本精神上面其实是不太相应的事实上是不太相应的原始佛法的禅法，它是直接就是透过闻法建立正思维之后呢，在六根处境的当下里头，见贪嗔痴离贪嗔痴，其实就这么简单，它就这么简单。那透过这个过程，因为我们会怎么样呢？贪嗔痴不断的转薄，而且会怎么样？会转身。就转薄之后呢，你的内观会转身。
所以会进入一种生命的进化的那样的一个过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在生命成长的历程当中，我们不自觉的其实是打从娘胎里面到出娘胎，然后开始接受这个世间的这些教化跟互动。我们在这个生存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内在的那种生命的防卫机转，其实蕴蓄着很多个层面的所谓的贪嗔痴的这种覆盖，就是五盖的覆盖。那每一个我们说比如说每一个年龄层的它主要的引生贪嗔痴的那个因缘不太一样，但是呢根源性的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非常个别性的，它那个防卫机转其实是对于人生，对每一个人的人生最具有决定性的关键作用的那个机转，你如果没有去自觉，没有去打破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就说没有办法真正在此世活出那种全然的自由、解脱跟喜悦。为什么？因为你内在的那个机转会随时在你六根促进的过程当中呢，只要因缘条件成熟，一促进的时候，那个机转的作用力就又会升起。所以事实上是这样的，等于是说禅修呢，它是一连串的无间断的不断的反观内照，然后呢在这个反观内照的过程当中，随时依正见，我们说依这种缘起无常的正见来消融你当下所看到的当下升起的这些贪嗔痴的这种我们说那种习气，或者说它的冲力，或者说某些反应的那个特性。对所以在婆斯萨婆罗门女那一篇里头，我们特别强调说，其实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口诀，有没有？密宗喜欢讲口诀嘛，其实阿含经里头也真的都有很多的那个口诀，有没有？于因戒入，断诸爱欲，离诸戏腐，尽诸有漏，其实你看呢，如果能够因就是对身心现象，色受想行识的身心现象，当它升起的时候，你觉知而没有任何爱欲，所以呢没有任何的戏腐，因此呢不再有这种烦恼的冲动升起，你看你就是在一个解脱的境界，对不对？那你怎么样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就看到说，那身心现象是在什么样的状态底下它升起的？它一定是怎么样？六处入处，在六处入处的当下里头升起的色受想行识，因缘于处，所以受想思不断的流转升起。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六根促进的每一个片刻，每一个当下，你看你要能够去觉知，对，然后心呢觉知到当下的现象，心保持在一种明觉平衡没有抓取的状态那这样的一种心灵氛围，你会发现它就是一种解脱者的心灵氛围，它就是一种真正自由的一种生命。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它的当下里头没有任何覆盖，有没有？它活在一种宇宙的生命实相里面这叫真实禅那如果你在六根促进的当下，你看没有安住在这个正见，没有安住在这个正见的时候，一定怎么样？进入五盖里面在贪心、嗔心、掉悔，或者说昏沉，或者说怀疑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心是一个不平稳的、不平稳的、不明觉的，然后骚动扰动的这种状态，有没有？所以它就怎么样呢？落入各自的我们说它的业力的人生境界里面，而不是穿透了它的这个报身的境界，直接活在宇宙的实相里面，有没有？
爱高的退回，他这样。所以其实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其实跟那种就说我们说在传统上面或者一般的那种所谓的那个禅修的观念其实它有它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希望说各位法友然后能够做一些那个适当的这种区别，然后分别出各种禅法等本身它特殊的那种功德。我们说的功德就是作用的意思但是呢其实呢原始佛法的禅法就是建立正见，然后呢依正见而生活，就叫做禅修，就这样。但是你不要小看这样的意思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如果依正见而建立起这样的而来的这种生活，自然而然呢它会怎么样？它就会开始转，它会转我们的习气，然后越转越深，越转越深然后进行生命的一种我们说自我进化的这样的一个历程这样。那我们再把这样的一种禅法呢这个观念呢再跟大家用经文来做引证现在看那个91页虚身经这一篇，这篇经文在那个南传佛教或者说北传佛教里面，在研究所谓的阿含经的这些大乘论师就是所谓的大乘佛法的这些一些论师里面呢，就对这篇经文都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意见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种种的解释。那我们在这边呢不对各种解释做评判，我们只是希望说借由我们直接依我们现在的这种修学的基础，然后呢深入这个经教，然后透过这个经教呢作为我们在学习禅法上面的观念上面的校正跟参考。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只是停留在观念上面，其实还是不容易看出这里头的那个差别你要真正去实修下去，就会知道说其实真的差别很大好，那我们先来看那个92页，把这篇经文我们先把文字面的表面上面的意义呢先跟大家大略介绍完，然后再来说明其中的蛮重要的蛮精深的这个禅法的这些观念你看像92页这边我这样听闻，有一个时候佛陀在这个王舍城的迦南陀出园那在那个时候呢，那些大王大臣婆罗门他们都怎么样呢？他们都已经在喜欢供养佛陀跟这些那个声闻众所以呢他们就得到很多的这些供养饮食医药卧具汤药。那反而不供养呢原本的那些外道啦，或者是那些婆罗门所以这个时候很多的那个外道，你看为什么佛法在印度的那个世间包括到现在有没有会弄得那叫什么很多的那个四不像有没有弄凑这会？你看这篇经文的很清楚看这篇经文就很清楚了所以那些外道呢他们就聚集起来，就这样想了，就这样讨论。我们原本呢受那些大臣跟居士的供养，但是现在他们都不供养我们了，反而去供养那个沙门瞿昙跟那些声闻大众那我们现在要想一想办法，你要想办法干什么？等于让那些我们说世间人又回过头来供养我们这样。所以他们就在想了，那在我们这些人当中，谁是有聪明的，能够堪能秘密前往去道法啦，有没有？到沙门瞿昙那个地方去出家，听他说法，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大肆的宣传。怎么样说呢？等于说就变成怎么样？释迦牟尼佛的僧团里头有的有没有？那他们在外道里头的也有所以就变成怎么样呢？这样那些所谓的国王大臣有没有？就能够再怎么样？再听信我们，然后再来供养我们，这样看出来吗？
所以你看哦，原本原始佛法它是非常单纯的东西。你看，想一下，你看啊，释迦牟尼佛原本是一个就是一般的一个我们说一个青壮的青年，那他要去探寻生命的究竟的这种实相，要解脱生命中的种种的苦难啊，所以他先借由修学那时候的主流的那种禅定四禅八定，然后发现呢怎么样没有办法得究竟解脱，后来又修第二种主流的修行方法，所谓的苦行，也发现苦行没有办法帮助真正心灵的这种究竟解脱，所以他在带着绝望的情绪底下，退到菩提过泥莲河，退到菩提树下，在那边进行对生命的最后的回顾跟反省跟探究，所以他如实知见了生命的实相，跟造成这个生命不断在苦难当中流转的原因啊，所以他就觉悟了。觉悟了之后呢，他把他觉悟的方法告诉这个世间人，是吧？转世圣地啊，说四念处啊，后来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所谓的那个原始佛法的这些教法，其实主要就是正见缘起，对不对？现观四圣地，然后活在这个37道品里面嘛。那起码简单讲先按呢讲，对吧？好了，那你看，所以原本的原始佛教呢，它是这么精纯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逼近宇宙生命的实相，然后自觉性的离贪断爱，活在生命的实相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样才能够彻底断除痛苦跟烦恼，然后呢活出真正的生命的自由跟解脱的境界。就像2500年前的那个悉达多，后世所称为的释迦牟尼佛一样，有没有？原本他的教法跟他的教授这些方法的目的其实就这么简单，对。但是呢，你看就在那个时候，因为他这样教，然后呢他们的那种亲近的身形，而且都可以怎么样呢？只要直接照着佛陀的这种教法，都可以怎么样？极深观察，圆智觉知，现法通达，不待时节，随时能够体验到贪嗔痴熄灭的那种身心清凉的境界。所以呢，没有偶像崇拜，也没有宗教崇拜，也没有那些怪力乱神，有没有？那比较理性的，或者说有接触的这些我们说这些长者居士，就是一般的这些世间人呢，他们在这里头得利，有没有？所以呢，就转来供养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僧团。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说资源有限嘛，那你看那些外道就怎么样？他这样不行啊，那这样我们会饿死啊，有没有？我们就没有供养啦。所以你看他怎么样呢？道法，你看派人到释迦牟尼佛的僧团里头去假装出家听法，回来之后把释迦牟尼佛的法插胆让你还来面，这样贵不？贵佛教就变那样。所以原始佛法就是原始佛法，那你要发现原始佛法，然后他又再转到所谓的部派佛教啊，还没有到部派佛教之前，你看那部派佛教大众部，然后到现在变成所谓的南传佛教，有没有？然后后来变成所谓的大乘佛法，然后后来又凑的又变所谓的密教，有没有？然后改变到中国的所谓的禅宗，有没有？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这里头呢，原本就好像怎么说呢？原始佛法就好像是山中的清泉，然后它流出来之后呢，随着各自不同的那个水路然后呢就有，比如说有的变做淡水河的河水，有的变做浊水溪的，对吧？它就有不同的，其实就里头就有很多跟原始佛法的精神或者说本质目的性呢，有很多不同的那种宗教文化的那种浸染的。那结果呢，情况会变成怎么样呢？就变成我们常常听到的那句话啦，恶子之夺诸啊。结果
原本的原始佛法，真正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就被晚期佛教这边就把它弄成叫做小乘啊，有没有？然后那个佛陀的教法教出的都是叫做治疗汉啊，有没有？是这个意思吗？那这就变成，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解。那从这篇经文，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蛛丝马迹的，就是这样啊。因为这是刚好是一篇历史文献嘛，你看他们就是因为供养上面的问题，所以到释迦牟尼佛那个地方呢，假装出家听法道法，然后回来呢，有没有？去以他们在他们的系统里面。最简单的例子，就像现在密教就是很清楚了，对吧？所以你看他们会变成说啊，人天图报像一样是持戒，对不对？然后呢，小圣人就是声闻圣叫小圣啊，然后再进一步讲要再修大圣，然后再进一步叫秘密金刚圣，啊，所以原始佛法的教法，在它这整个系统当中变成一小块，知道这个意思吗？啊，那等于说但是在这个系统上面，真正在教的是什么呢？他们真正在学的，其实大家你会发现，密教在学的，在他们的这种陈述当中，会很自然的怎么样？因为你是小圣啊，所以你看他们都会排斥的。表面上学一下而已，那他们要学什么？秘密金刚圣，啊，我这样讲清楚吗？因为我们透过这篇经文，就是要让大家去了解说，为什么原始佛法会变得这么衰弱，然后呢，面目不清楚。然后其实呢，很难再去还原它本来的这种真实面目，就是这种原因啊。在这2500年前的2500年来的这种宗教跟文化上面的这个流变上啊，所以造成很难再去真正去深入啊，掌握原本的佛陀的教法的那个真实教法这样。好，再来。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说了，有人就说啊，有一个少年人叫做须生，他聪明啊，他足可以呢啊，聪明到可以到释迦牟尼佛那边呢去道法啊，假装出家去道法这样啊。然后他们呢就去找这个须生啊，这个年轻人，那须生就答应了啊，93页这边啊，就说请须生去释迦牟尼佛那边假装出家，然后听法道法回来呢，再来教他们，然后他们可以呢再跟居士讲，然后再获得供养这样。那93页中间，那须生呢他就接受这样的这个任务了，对。然后他就到释迦牟尼佛那边去，到这个王舍城的迦南陀珠园。然后他去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些比丘在那边经行，然后他就问呢，那我可不可以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正法当中出家受戒修持反省呢？那些比丘就把他带到那个释迦牟尼佛那边去，说这个外道须生呢想要出家受具足戒修反省。好，看94页。那当然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须生的那个心思啦然后他就跟那个比丘讲啦，好啊，那你们就度这个外道须生出家啦那他出家经过半个月以后，他一定是很仔细的在观察然后呢想办法做种种的探寻。然后呢有一个比丘就跟这个须生讲现在就是进入这整篇的那个重点了，就是有关这篇经文的重点，就是后来变成在佛教界里头有一些误解，就是所谓的不修禅定而能够证得阿罗汉。那什么叫做不修禅定那什么叫做不修禅定而得慧解脱？其实就是这里头的主要就是这篇经文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来看了那个比丘就跟须生讲说，须生你要知道我们都已经怎么样呢？生死已尽，就是处理生死轮回了因为呢我们的身口意行的这种清净反省呢已经完全坚固确立，所作已做呢就怎么样？该知道的法都知道了该断的苦呢都断了，对，该知道的苦都知道了，该断的集都断了，该体证的苦灭都体证了，该修的道都修了。其实这个叫做所作已做。所以自己呢，你看自己知道不会再有
有这个就是12缘起里头那个有没有后有接续而来，后面再有这个五因，这个有序，就等知道呢自己已经不会再有这个后续的这种生死轮回了啊。所以他们都怎么样呢？跟须生表达说，你要知道啊，我们都已经证得阿罗汉了，这样。好，那你看这个时候呢，那些外道呢，他们不清楚，就像须生问的这个样子。其实这个东西在目前的在部派佛教里头目前的南传佛教里头也有这方面的这些问题啦啊。所以你看他就这样讲了啊。那须生就问这个比丘说：“那你们尊者啊，云何学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具足初禅，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耶？”啊，离欲恶不善法就是离五欲。离五欲，恶不善法叫做五盖，这就是禅修，修止禅啊。你是不是离了对于五欲的这种贪婪，克服五盖，心在固定的所缘上面有觉有观，离了啊，所以说离了五欲，断除五盖而生起喜乐，具足初禅。在初禅的这样的境界当中，这样的状态呢，不起诸漏，等于说痛苦烦恼呢不再升起，心呢得解脱呢所以这里头在问的是什么呢？须生他认为说要证的阿罗汉就怎么样呢？那你是不是在初禅的基础，以初禅的定力证得这种阿罗汉的成就的呢？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比丘回答说：“不是啊，须生，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就在问，须生就再继续问：“那你们是离有觉有观，内尽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具足二禅，不起诸漏，心善解脱的吗？不是初禅得解脱，那你是二禅哦。”然后他们又说：“不是，须生啊。”那须生又在问：“那不是初禅，不是二禅，那是三禅哦。你们是离喜，舍心住，正智正念，身心受乐是圣者所赞叹的那种状态，心平衡，具足三禅的这种境界，而证得阿罗汉的解脱的吗？”他们说：“不是，须生啊。”那这边须生就觉得很奇怪了，那你不是初禅，不是二禅，不是三禅，那难道是四禅吗？所以他就问了：“那么尊者，那你是离了苦乐然后呢，忧喜先断，不苦不乐，舍净念一心，具足四禅而证得阿罗汉的成就的吗？”前面这个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具足初禅，这个就是进入初禅的过程然后进一步呢，离有觉有观，内心稳定，定生喜乐，就进到二禅。离了喜受，内在安宁，然后心平衡身心受乐，这个叫做入三禅。然后进一步连这个安宁感都舍弃，心本身在一个完全平衡舍心的状态，叫舍念清净，舍净念一心，不苦不乐，因为他苦乐都舍了，这个叫做四禅的心境。所以须生他那时候在想因为他们外道，他们不晓得佛陀的这个佛法的这个解脱道所以他那个说，那你说你们证的阿罗汉，那一定有这个禅定做基础，就好像原本佛陀时代里头，他还没有解脱之前，有没有他去修四禅八定一样意思，这样吗？那他们都说不是我们不是这个样子。所以须生就进一步再问：那难道你们是怎么样？心极静，然后解脱，就是这修八解脱内有设想观，外设解脱；内无设想观，外设解脱，然后尽解脱，到最后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处具足处，这叫八解脱，入灭尽定，不起诸漏，心善解脱的吗？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前面须生以为说你们证解脱，那你们不是有初禅，就是要二禅、三禅、四禅，那你们都说没有，那没有这个四禅定的这个基础，那难道你们是修八解脱进去的吗？就说透过八解脱的这种止禅而证得解脱的吗？你看他们就说不是，须生
那须生就很怀疑了，那你们怎么这样乱讲呢？云何尊者所说不同，前后相违？你看，你们不得禅定，而竟然自己既说自己成就了阿罗汉，这就是南北传佛教里头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说，没有禅定，不得禅定，而竟然能够得解脱，那比丘就回答了：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是会解脱这里有问题啊！那先从这里头先看到一件事情怎么样呢？原本传统的四禅八定或者八解脱，对，它可以作为成就阿罗汉的某一种助道品跟功德，但是成就阿罗汉不一定要透过这种所谓的四禅八定或者八解脱的过程而得心解脱、慧解脱，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这篇经文就是在说明这件事情。好，然后呢，比丘就回答说：我们是慧解脱啊。那糟糕了，什么意思呢？因为须生没有这种观念，须生不了解，因为那时候就是原本在佛陀还没有成佛之前，几乎就是有几类型嘛，一种是透过祭祀，一种是苦行，一种叫做修禅定得解脱所以须生呢，他们是属于外道这一边那所以他们的观念跟思想里面一定认为说，你如果是一个解脱者的话，一定要有怎么样？要有四禅八定的这种基础那这些比丘跟他回答：我们不是，我们是会解脱。那这什么意思呢？所以须生就有问题了然后这个时候呢，须生就知道说，这些比丘离开之后，他就这样想：哇，糟糕了！那他们这些比丘讲的互相矛盾没有禅定，他们没有得四禅八定，有没有？然后又说他们是得阿罗汉，这是互相矛盾的不得正受，有没有？而复记说自知作证，得生死已尽，凡情已立，所作已作，自是不受后有。那他们这样想，他这样想之后呢，他就怎么样？去拜访佛陀，作礼以后呢，就把前面的事情跟佛陀禀告一遍。他说：那些比丘在我面前都说他们已经我生已尽，凡情已立，所作已作，自是不受后有。那我问他们有没有得禅定从初禅到八解脱具足住，他们都说没有。然后呢，看96页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那你们讲的不一样没有这种禅定的正受，而竟然自知作证得这个阿罗汉的这种心解脱、慧解脱。那所以呢，那他们就回答说他们是得慧解脱，然后呢就离开。那我现在来请问世尊他们说的不是互相矛盾吗？没有禅定力，没有得这种禅定正受，然后呢竟然说他们自知作证问题出现了。佛陀就跟须生讲：彼先知法治，法住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独一静处，专心思维，不放逸住，离于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其实这个也是口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修行的口诀。佛陀没有直接回答须生的问题，然后跟他们讲，直接跟须生讲什么？他们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就什么意思呢？就像悉达多在菩提树下有没有如实知见生死流转的缘起，叫做知法住，无明灭，生死流转就能够寂灭，叫做后知涅槃。所以怎么样呢？他们是先开悟，建立正见然后怎么样呢？独一静处，专精思维，于六根处境的时候呢，不放逸住，念念离慢无间等，离于我见。所以呢，怎么样？没有任何痛苦烦恼升起，然后呢，心没有欲贪升起，所以不起诸漏，心善解脱。我先这样讲你看这样的一个修行方法，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跟原本传统的概念里头我要修禅定才能够得解脱，你发现它就不一样了，有没有？佛陀讲的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建立正见，其实就叫我们叫做开悟。觉悟之后怎么样呢？
随时在六根处境不放逸住，离于我见。因为这个我见呢，就什么？就等于是有这个自我感在。我们在处境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跟这个境界它是怎么样？是对立的，所以就会有贪嗔痴的这种升起。那这叫做慢，我慢的这种感觉。那他们透过建立正见，然后在生活上面呢，自觉性的在六根处境的历程当中呢，不断的见贪嗔痴，离贪嗔痴，到最后怎么样？连离慢清净。所以呢，痛苦烦恼呢就不再升起，心不再有任何的欲燃产生，所以不起诸漏，心善解脱。那你看哦，那你看这跟我们好啊，我们去禅修啊，有没有？然后拼命打坐啊，拼命观呼吸啊，或者拼命那个观腹部的藏缩啊，有没有？然后怎么样？不一定会怎么样，知道这个意思吗？你可能带来怎么样？身心的这种安止，心灵上面的稳定，然后对你的那种生命呢，对你的起心动念有更高的这种觉察，但是不一定能够先知法住，后知涅槃，不一定会开悟，对不对？讲清楚这个意思吗？所以很多去禅修啊，或者他们参话头啊，或者各种禅修的方法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带来身心的这种安止，然后怎么样？因为它有觉有观，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会自然怎么样？你看我们在禅修会禁语，然后没有五欲的攀缘，生活清净，所以是有觉有观，离生喜乐，会自然怎么样？离五欲，有觉有观，克服五盖，所以身心会受乐，所以会有那种禅悦升起，知道这个意思吗？那你有禅悦升起，不一定会带来觉悟，所以这就是在原本在我们第8本书有没有观呼吸里头，那观安般念16圣行，你看到佛陀从在教观呼吸有没有？先觉知吸气的时候觉知吸气，吐气的时候觉知吐气，然后呢觉知呼吸的长短变化，觉知全息，然后觉知微息，身念处4阶。你看这只是在觉知身形，然后你心其实在这个时候心形身形稳定下来，就会有这种有觉有观的初禅的喜乐，所以呢乐受会升起，所以就会再进入第5阶觉知受的部分，觉知喜，觉知乐，觉知喜的时候呢心行，乐的时候的心行，觉知心行止息。所以第5阶到第8阶，你看它在调伏心对于喜乐受的攀缘，1到4阶是在调伏身形本身的冲动，5到8阶在调伏心对于喜乐的攀缘，然后第9步才要怎么样？心定，心某种程度稳定下来，觉知心，看到这个心的这样的一种稳定的状态，所以呢觉知心，然后升起这种克服了五盖稳定的这种喜悦，有心回家的感觉，叫心悦。那你看到自己的心回家了，产生这种心悦，所以心的那个定力增上，心很稳定，这叫觉知心定。然后这个时候呢觉知心，觉知心悦，觉知心定，然后怎么样？觉知心解脱。所以心呢克服了五盖，离了五欲，心在一种离染的这种状态。这个时候呢其实叫我们说这个叫做明心而已，其实就是进入一个纯然的一心舍念清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有没有觉悟啊？这样还没有觉悟。那我们一般在禅修要修到前面1到4阶，或者5到8阶，或者说那个9到12阶，基本上就是从初禅到4禅的历程，但是这样都还没有觉悟所以事实上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才怎么样？随观无常，随观离欲随观断，随观离欲，随观灭，13步到16步，正见无常到13步才有觉悟跟不觉悟的问题，到前面都只是在怎么样？在培育新的这种安止跟离染而已。这样清楚吗？有没有？所以我们说那个安般16圣行就是这样的一个历程。所以等于说你建立一心的还不一定是在一个觉悟的状态，它只是怎么样？
心清净稳定，然后有很愉悦的这种愉快的这种禅悦的这种喜乐啊，甚至清净，就是这样而已。这个叫一般的这种止禅的修法。那你得了这种体会到这样的一种禅定禅悦的时候呢，离了这种禅悦之染，然后怎么样？在什么地方观无常啊？于六处入处嘛，就是你在你的那个当下，心稳定下来的那个当下，绵密、细腻、维系的去观察、体验、了知身心的这种无常的这种实相啊，所以才会怎么样呢？正见到生命的实相。因此，你就会看到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实相里面，你就自觉的怎么样？离断贪嗔痴啊，所以才会去断啊，才会去离欲啊，然后让那种欲贪熄灭，心才能够平衡舍啊。这样才能够活出那个真正的那个自由，有没有？就是内外一体的那种整个生命敞开的那个状态呀。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上面来啊。所以这个地方你们把它那个注意一下啊。佛陀跟须僧讲，这些所谓的慧解脱阿罗汉，他们怎么来的呢？他们不是从传统的四禅八定或者八解脱这样过来的，他们是怎么样呢？先建立正见，先得法住，后知涅槃。然后呢，不是这样就了事的，有没有？独一净处，专精思维，不放逸住，离于我见。前面是修行的，就是你应该要去尽到的这种修行的本分。常常怎么样？常常独处内观嘛。等于说我们常常要有一种心的这种稳定，独一净处，对，然后让你的心有力。所以佛陀常常讲说，禅修者要怎么样呢？有力而无事。身心是能量很高的，但是呢，没有什么杂事。没有杂事干什么？你才能够去观察清楚啊，然后你才能够对自己内在的维系的起心动念能够明觉，然后你能够明觉而能够怎么样？观察，随时去消化它，随时消融，而不会去水转啊。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一般在禅修上面不会很注意的。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如果比如说常常身体疲累，其实你会发现你身体疲累，你的心就容易顿下来，有没有？那你看你如果身体疲累，心顿下来了，你纵使没有在做什么欲恶不善法，但事实上你就是进入这种五盖里面的昏沉盖，然后心呢无力，因为它不是解脱，这是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体如果没有力，然后心又受到，心就会跟着没有力，那再怎么样呢？碰到一些原本你认为不太喜欢的境界的，你的 kimo 你会毛躁起来，你会有不愉快的感觉升起，但是呢，你的心无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对于这样的一种情绪呢，你不一定有超越跟转向的能力，知道吗？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好，你身体不是很差，然后精神也还好啊。那你在做内观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情绪背后有情绪，情绪背后有思想，思想背后有思想，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维持在某一个时间上面非常稳定的对内产生觉知的话，你的洞察力还是有限的，其实是有限的。你就是你真好，但是那个刚才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就像那个湖泊啊，湖泊，那它表面上动荡，风吹，比如说风吹啊，你看到这个动荡，那你那个不受影响啊，所以呢，它表面上动荡，你能够在更深入动荡里面更深一层，那相对的某种稳定。但是呢，底层还有底层，所以如果说你的心没有力的时候，其实不容易真正去进行到等于说对自己进行彻底的身心的转化，因为你看不到。
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为什么佛陀说，禅修者要有力无事？因为你若身心没有力，你代志真多真杂，有无？你不可能。我们说这是垂直性的，你没有办法深彻的照见，而且照见之后，常常又怎么样呢？你不知道的时候，它是表面上面的情绪，表面上面的痛苦。你越深入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头有很汹涌的那些情绪跟记忆的印痕跟讯息，会在那边波动。所以你如果没有稳定的心，也不一定承受得起。禅修其实就有这么难，它就有这么深，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才有办法说，为什么修行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呢？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层层转进，层层转身，它真的像剥笋子一样。那我们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说我来一下禅始，我来一下禅期，有没有？好像就能够怎么样？可以啦，你可以体会到禅修的喜悦，但是顶多就是这样。然后学习到一点内观的方法，但是呢，有了这种内观的方法，跟这个体会到这些禅悦，就要把这种心的稳定度跟这种内观的方法，随时在生活上面去培育它。但是这里头会有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你要能够培育这种稳定的内观，有没有？所以就是要身心要有力，看到不？那时候你身心要有力，所以你就变成怎么样？非常自觉性的，就会进到八正道里面啊。没有必要的事情不做啊，没有必要的话不说啊，你就不会去胡乱的去浪费你的生命的能量。然后呢，所以随时能够自觉性的在六根促进的时候怎么样？守护六根，然后收摄心神，然后所以你才会有那种比较高的这种能量的状态，随时进行这种更深入的这种觉察，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个就是禅修不是只有说表面上面的那样的一个聚会这样而已所以你看到这边很清楚，有没有？开悟啦，先知法住，后知涅槃，然后怎么样？你看独一尽处，有没有？常常独住，常常独处，干什么？不是怎么样？不是怎么样拱形，专精思维，其实就是在内观。专精思维其实就是在内观，是为什么呢？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是不是与法相应啊？看到自己的觉受升起有没有随觉受转啊？看到自己的这种响应波动，我们说念头乱转，那是不是在正见里面呢？那没有在正见里面，有没有办法调伏它？有没有办法转向啊？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冲动升起？看到这个冲动它为什么升起？何因何缘何起何生何转啊？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个叫极尽禅师啦，这个就叫做极尽禅师。其实在原始佛法里面的极尽禅师就是深层层层转进层层转生的内观了。那问题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去测见这个生命的这个实相，就是没有正见缘起，他也可以做极尽禅师，但是他会怎么样？那是会变成属于世间的反省跟思维，有没有？可以让自己的身心变得更好，然后他可能那个精神状态品质更好，但是呢，跟解脱不一定相关。你刚才讲意思所以在修学原始佛法的这个禅机上面，也要点是什么呢？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无你不知道你想啥，你嘛不要修，其实是不要修。那你可以修世间的四禅八定，享受这种禅定，享受这种禅定的喜悦，可以的。但是呢，跟解脱不会产生相关你敢清楚这有点难，对不对？对我们原本在这个世间里头，认为说禅修它就是会解脱，有没有？然后就是要开悟，知道这个意思吗？不一定相关这样清楚吗？所以再讲一遍。透过禅修，你可以出禅、二禅、三禅、四禅，甚至到四禅八定都没有问题。不管你是透过，比如说像帕奥的观呼吸，对不对？他们在修40遍处，都可以让你进入很深很深的禅定，
但是跟解脱不一定相关，那这个意思吗？所以那他们这边这些修行人，他原本是怎么样呢？他们是先借由佛陀的这种教法闻法内证思维之后呢，确认了宇宙生命的实相了，确认了生死缘起的实相，确认了生死缘起之可以即灭的这种因缘，这叫先知法住，后知涅槃。然后怎么样呢？所以自觉性的安处，然后在六根触境的状态，随时怎么样？不放逸住，离于我见。这个很难。到离于我见的时候，是证阿罗汉的意思啦。这个我见是有点离，就是在那个三三昧经里头，离于我慢的那个自我感不再升起了。那我们通常是怎么样呢？建立正见之后，这个就是这边讲的，其实就叫做会解脱。那他呢？他在思想观念上面呢，已经断除生见了，断除我见，但是他在六根触境的时候，自我感还是会升起，所以还是会有贪嗔升起。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要不放逸住，专精的修行，才能够到最后怎么样呢？六根触境的时候，他都活在实相里面了，他没有那个自我感升起了，所以怎么样？也不再有这种贪欲心升起，所以心解脱，心善解脱。这样。这样清楚这个意思。那你看，虚生当然不知道啊，因为他外道啊，有没有？而且那时候佛陀刚开始在说法没多久嘛，可能10-20年左右啦，对。然后虚生就跟佛陀讲：“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叫先知法住，后知涅槃。然后善男子，独一净土，专精思维，不放逸住，离于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其实我现在讲一件事情，不止2500年前的这个时候的虚生不知道，现在2500年后，很多在修所谓的南传佛教的也不知道，所以禅法不对啊，能看出来了吗？禅法的进入不对啊，能清楚吗？这就是问题这就是问题。我不是说禅法没有禅法的功德，有禅法一定有禅法的功德但是呢，禅法的功德怎么样能够跟解脱直接搭上关系？它还隔着一层是这样来的。那你如果说透过修止禅，透过禅法，然后转观像16圣行这样，那就会很清楚啦，由止而观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历程。那它在新的安止跟稳定的程度底下，直接照见生命的这种缘起无常的这种实相所以他怎么样会开悟见法？那开悟见法之后再怎么样，就进一步在他的六根触境的过程当中就一样啦，随时独一净土，专精思维，不放逸住。但是这个独一净土其实有2个意思，一个意思当然是字面上面的意思，常常独处的意思，对不对？另外一个其实是更重要的啦，独一净土就是内在内离攀缘，心真的独住，心灵上面的独住，内离攀缘，不是股票是不去跟人救定，不再去攀缘了。他已经知道生命了，已经知道生命的实相，所以内离攀缘所以外面看起来好像跟他独住这样的嘛，其实他里面已经怎么讲？我们已经单独了知道这个意思吗？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比如说，那你不可能想说我要跟人做伙才会感觉有安全感吗？我要有伴的那种感觉，其实那是里面的不安，里面的不安，所以他里面还没有合一，他里面那个欠缺所以他需要去攀缘，找人来斗阵，是吧？所以独一净土其实重要的是在哪个地方呢？它里面没有那个欠缺感的，它没有那个需要感的，它没有需要被陪伴的那种感觉的，所以它离了那个对外的那个攀缘。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孤单不是孤单，不是孤僻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咱一般人，你看很多，比如说像我们在这个宗教界啊，有没有？像特别台湾佛教界，很多人想说闭关闭关，有没有？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因为那是在闭休闲关，有没有？好，玩玩猫，玩玩狗，喝喝茶，打打大哥大，有没有？然后叫施主呢再拿些什么东西上来，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上山再来聊天，有没有？没有真正在独一进处啊，以心要个乱的，要个无力的，他是这样啊。好，那回来了，那你看虚生就跟佛陀讲啊，他不知道，他当然不知道。其实现在虽然有没有，很多我们说佛法好像，或者说原始佛法，或者说南传佛教，或者说部派佛教，好像很多人在谈，对吧？但是其实这件事情还是很少人知道。很多的禅修有没有，还是很少人知道。先知法住，后知涅槃，然后独一尽处，专精思维，不放逸住，才能够离于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你看这里有他修行的次第，就是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口诀啊，所以一般人不容易了解，就是这样来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啊。好，我们开始上课啊。看到96页这边啊，虚生当然不知道这样的一种修行的次第了啊。那所以佛陀就跟他讲啦，现在呢，不问你知或者不知啦，哦，你要怎么样自己先知法住啊，后知涅槃，就说现在不管你怎么样啊，那你自己就要先了解啦。那虚生就跟佛陀讲了，那请世尊为我说法，让我能够知法住啊，然后得见法住智啊。那佛陀就开始跟虚生说法。那我现在要讲就是这篇经文在南传的相应部里头也有，但是呢，他前面这边还有再补充一段哦，所以我现在大略讲一下。虚生跟佛陀请法，佛陀跟他说法之后，佛陀就问他，他就问虚生呢，色常还是无常？色受想行识的色啊，那虚生说无常啊，然后佛陀就问他说，受想行识是常还是无常啊？然后都是无常，那所以他问虚生说，五因无常啊，等于说让虚生去确定说，色受想行识是无常，非我所的。这是重点哦。五因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经验，就是我们的生命现象，有生命现象，但这些生命现象呢，它怎么样？它是无常的没有一个主体在那边做主啊，也不是你能够控制的啊。先这个样子，其实这是佛陀在教法的一个次序。你看，像我们在《般若心经》里面，照见五蕴皆空，这样很难呐。他直接就进入在这个空性里面，这很难。那佛陀的教法，它是很有次序的。那你先看看呢，有色受想行识，不是吗？有。那你看看它是常还是无常？他说无常。那无常是苦还是不苦？他说是苦。对。那既然是苦，就不断败坏的意思。那是苦不断败坏，那是有我所吗？所以他就知道是无我所，知道这个意思吗？这是很清楚的，就是从浅到深，这是人的这种思维的我们说他那种思维的特性。你如果在前面一层隔住了，后面你进不去。我的意思是，不然我问大家一下，有人一次读般若心经就读懂的吗？咱会当中根本是你自己读个就歹，对吧？都这样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有没有？就完了，你就堵在这边，你就不懂了，你没有办法进去呀，对吧？我弄懂般若心经用3年的时间，3年，然后到真正觉得自己比较透了，是7年，读完了《杂阿含经》以后。才发现根本不是我们比较笨嘛，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是因为本来它就有次序的，它是有次序的，在《阿含经》里头就很清楚啊，
无常苦，非我非我所，所以才空，是这个过程。不是你直接就能够去空它的，不是这样的，因为你会觉得很奇怪，明明就有嘛，怎么会变空，对不对？所以其实是法次第的问题，而不是说我们比较笨，知道这个意思吗？那我们刚开始在学佛法的人都会觉得很受挫，哇！心经260个字就搞不懂，那更何况600万字的大般若经，有没有？那金刚经你也读不懂，六祖坛经你也读不懂，首楞严经你也读不懂，圆觉经你也读不懂，妙法莲华经你也读不懂，没有一部经典读懂的。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就变成看出家众怎么说，他说了算呢。那到时候他懂还是不懂？我的看法是他们很不懂，对啊，那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到最后变成你看我们在学法的过程当中，那个真正的那个自信有没有？你就没有办法真正达到佛陀讲的那个地方啊，自周自依，法周法依。因为没有办法建立起法的这种如实正见，没有办法建立起法的如实正见，没有办法在身心里头去观察怎么修行所以就只能怎么样呢？心外求法，然后盲目的崇拜啊，以便拿内来所以这边先补充的就是这样。你看佛陀就先问须僧啊，好啦，那现在先不管你懂不懂我现在就跟你讲。那我问你啊，你认为色受想行识五阴，你这个身心现象是常还是无常啊？他说无常。那无常是苦还是不苦啊？他说是苦。那苦是有我还是无我啊？是无我。好，那就是所以就怎么样呢？正观，正确的观察色受想行识五阴是无常苦，非我非我所，是空的，是这个意思。好，那进一步佛陀就跟在下就跟须僧讲了。好，那我现在再进一步再问你，你就随你的意思来回答我。你认为怎么样？有生故有老死，不离生有老死耶？你看前面色受想行识就是生的现象，对，不断的这些色受想行识的不断的生。那你有生是不是就一定会有老死的现象？所以不离生有老死，好，那须僧说是这个样子，有生就一定会有老死的现象，所以呢不离生就是只要有生呢，就一定会有老死的现象。好，先停在这边。你看，如果这句话了解了，对于死亡的那种恐惧跟对死亡的那种抗拒，在这个地方就应该消融掉了。你有没有发现，有生一定有老死啊？所以只要有生的现象产生，不离生，就一定会有老死的现象。那我们世间人就很奇怪啦，只要生不要死，有没有？所以你看，他这个时候就变成什么？没有，这叫做没有建立法住智嘛，就没有真正活在生命的它的缘起的实相里面。所以你看，他要生竟然想抗拒死，这样是泯还是无泯啊？这就是无泯啊，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啊，有没有？所以很清楚嘛，对不对？有生是不是有老死？对吧？他说不离生有老死嘛。那既然是这个样子，那反正生了嘛，所以一定会有死的现象产生嘛。那所以生不是我在生，是五阴的生，缘起的五阴的生。死也不是我在死，有没有？它是五阴的因缘的灭的变灭的变化。那所以你了解的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生死的观待，就是对于生死问题的这种看待，就应该要跟世间人有点不太一样了，知道这个意思吧？所以为什么到时候你真正开悟的人不要说很深，就是起码会有一件事情它一定会产生，它的内在里面不会有对死亡的部位，他不怕死，就对死亡不再有恐惧，他没有那种恐惧的权利了，是这样来。好，那须僧就回答有生故有老死，不离生有老死。那同样的啦，只要有这个五受因的有这个有序，就一定会有生，所以不离有一定会有生。那只要有这个取，一定会有这个有，所以不离取一定会有有。只要有这个贪爱，一定就会有这个执取，
这个我取，所以呢，不离爱一定会有这个取。那只要有受，就其实包含着受想思啊，有这个受呢，就一定会有爱。所以不离这个受呢，会有爱产生啊，就会有爱。然后呢，只要有处，就会有受想思，所以不离处呢，就会有受想思。只要有六处入处呢，就一定会有处，所以不离六处入处呢，就会有处。只要有名色呢，就一定会有六处入处，所以不离名色呢，会有六入处啊。只要有事呢，就一定会有名色，所以呢，不离事会有名色。只要有行呢，就一定会有事，所以不离行呢，一定会有事啊。只要有无明呢，就一定会有行，所以不离无明就一定会有行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12缘起，有没有？那现在我们用那个比较简单，就是比较你能够有感觉的这样的一种字眼再说明一次。你看啊，你如果不如实知，你看你不如实知这种生命的实相，是不是就会以为有我？所以不如实知生命的实相叫做无明，以为有我叫做行，看到没有？所以你看不离无明就一定会有行。那你看你以为有我，所以是不是就怎么样？就一定会有攀缘四住的现象，有没有？所以不离行一定会有事，对吧？所以你有这种四住的攀缘现象，所以你看就会攀缘这种身心的境界，所以就会有名色的现象。四住，所以缘生名色，有没有？那你有这种名色的现象，就一定会怎么样？有六入处去升起所以有六入处去升起，就一定会有处，有六根就会有处，有处的时候，你看不离处一定会有受想思升起。那在无明跟就是不如实知这种生命的实相，所以处的时候呢，受想思升起，那你是在陷入一种无明跟贪爱里面，所以呢，有受想思升起，就会有贪爱升起，有没有？然后呢，不离贪爱，就一定会怎么样？有强烈的执取。所以你有强烈的执取，就会去制造那种有序的身心现象，所以有序会升起，有未来的五受因会升起，对不对？所以就会有怎么样？有生老病死，有没有？好，那现在这边知道这个意思吗？前面来，佛陀为什么问他说：“虚生呢？你认为怎么样？色受想行识是常还是无常？是苦还是不苦？是有我还是无我？”有没有？先让虚生很清楚的去看到这个生命的现象，它本身是怎么样？非我非我所，而是无常生灭的，对不对？那再进一步，这个叫于五受因观生灭。那你才有办法进一步于六入处观即灭，看到这个五受因是在哪个地方升起的？六处入处里面升起的。六处入处的境界，看到怎么样？如果你不如实知这个生命的这个实相，所以在六根处境的时候，无明贪爱就会升起，无明贪爱升起，只许有序的冲动就升起，所以就会怎么样？不断的原生老病死的现象。你刚看就这样来讲，所以这里头就看到说，原来之所以会有这个生死流转的原因，是因为不如实知见这个生命的实相。所以只要有这个无明，就会怎么样？以为有我，所以就会攀缘四住，所以就会在六处入处的当下呢，不断缘生爱取有，受想思，然后流转生老，流转在生死轮回当中，因此呢，不断的有这种老病死的现象产生。这叫什么？这个叫法住智。这就是原始佛法里面，有没有？这就是悉达多在菩提树下里面看到的事情。如果不如实知这个生命的实相，在六根处境的时候呢，处受想思升起，爱取有就升起，所以就不断的流转在境界里面，也就流转在生死的轮回里面，有没有？这叫做法住智啊。所以不用问太多，就是你不用想太多，有没有？如果不如实知生命的实相，就一定没有办法终止生死轮回。所以生死轮回其实是源于不如实知生命的实相，也就是所谓的无明，因此以为有我，所以贪爱执取产生攀缘四住。所以呢，爱取有产生，所以呢，生老病死就产生。这个叫做法住智。
这样清楚吗？好，那所以佛陀就那个佛陀在跟须生讲啊，先这边讲须生，佛陀这样问了有没有？所以呢，如果有无明，有无明就一定会以为有我，有无明故有行，哎，所以呢，有行的时候一定有这个以为有我，就一定有无明，所以不离无明，只要你没有断无明，一定会以为有我，对不对？啊，所以以为有我，有无明，然后以为有我，就一定有生死轮回，对不对？这样清楚吗？好，那现在问你啦，那所以生死轮回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无明嘛，就这么简单啦，有没有？就这么简单啦，你就清楚啦。好，那所以那你如果要解脱生死轮回，第一步就要怎么样？要破除无明啊，哎。那你看佛陀他怎么样带？那佛陀就那个须生确定了嘛，对不对？须生就回答佛陀说：是的，就像世尊所讲的，有无明一定有行啊，所以不离无明有行啊。那有行对吧？就有事，有事就有名色，名色就有六入处，有六入处就有处，有受爱取有，没有生老病死，就整个生死轮回的序列，它就会不断的展开。那佛陀就进一步再跟须生讲了。那须生呢，我问你一下啊，对不对？如果没有生的现象，是不是就没有老病死的现象啊？所以无生故无老死，对不对？确定吗？确定，对。所以呢，不离生灭而老死灭，所以一定是怎么样呢？生的现象熄灭了，老死的现象才会熄灭，对不对？你看很容易了解嘛，对不对？啊，所以那再进一步怎么样呢？一定是要怎么样？没有这个有序的。无有了，所以生才会怎么样？生才会灭呀、就是无有了，所以就无生，对，所以不离有灭而生灭，对不对？那进一步一定是怎么样呢？没有了这个无这个执取了，所以这个有序才会熄灭，对，所以无取了，所以有就无了，所以不离取灭而有灭，哎，进一步。一定是没有这个贪爱了，所以执取才会熄灭。所以呢，一定是不离爱灭而有取灭，贪爱熄灭了，取就熄灭了，这样清楚嘛？对不对？所以受想行识熄灭了，贪爱就熄灭了；处熄灭了，受就熄灭了；六入处熄灭了，处就熄灭了；名色熄灭了，六入处就熄灭了；事熄灭了，名色就熄灭了；行熄灭了，事就熄灭了；无明灭了。哎，行就灭了，有没有？所以不离无明灭而有行灭，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啊，佛陀这样问须生，须生就回答：如是，世尊。无明，没有了无明了，有没有？无明灭了，所以行就灭了；行灭了，事就灭了；事灭了，名色就灭了；名色灭了，六入处就灭了；六入处灭了，处就灭了；处灭了。受想思就灭了，受想思灭了，爱就灭，爱灭了，取就灭，取灭了，有就灭，有没有？有灭了，生就灭，生灭了，老病死就就近熄灭，啊。所以须生就回答佛陀啊，他就确定了无明啊，所以呢就无行，所以不离无明行而有行灭，那整个怎么样？生老病死的现象呢，就完全熄灭。对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怀疑的，我说我们同学有没有？这样清楚吗？好，那你看哦，佛陀就跟须生这样讲，你看这是很重点的东西，做如是知，如是见。我们现在我没有办法测度说你们现在心里头对这个用12缘支的这些概念来说明生死流转，在你的心里头它契入多深，我没有办法知道啊。但是当你确定无疑的时候，这个叫做做如是知，做如是见。你有建立起这样的知见，什么样的知见呢？如实知其实是你自己的心来怎样？只要自己呢陷入这种以为有我的无明里面，那你就会很清楚，有没有啊？那就是吃不完兜着走，会不会怀疑啊？吃不完兜着走，就是会继续有流转啊，会不会怀疑？你会怀疑吗？好，那如果你看你内在里头无明破了，
建立了正见。那在六根促进的当下，都不再有那个攀缘执取产生，那会再有生死流转吗？不会嘛，对不对？很确定嘛，对不对？确定吗？你这样能确定吗？知道这个意思吗？现在不问你能知道什么多么深层，你看在思想上面，这就是原始佛法里头的一个规矩良骨，就是这个12缘起。法住跟涅槃，其实法住就是苦跟苦集，涅槃智就是苦集苦灭，苦之灭，苦跟苦灭。所以从12缘起来看四圣谛，从四圣谛可以看到12缘起啊，所以你修道就很清楚啦。你看建立正见，你看为什么叫做八正道里头正见？建立正见就是如是知见这样的生死流转的实相，跟怎么样生死寂灭的因缘，信不信？是这个样子。好，那我现在问你啦，那淑慧师姐啊，那你会觉得你的命运会被鬼神给操纵吗？知道这个意思吗？知道这个意思吗？哎，就说你如果在这里头建立正见了，你看到什么呢？生命它是我们说生命现象，在原始佛法里头，在这种生死流转当中，它是源于无明爱取。在这种无明爱取当中呢，就一定会有这种生死流转的现象，对不对？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因为有无明跟爱取，所以在六根促进的时候，不断的投射出这种贪嗔痴、无明爱欲，所以就怎么样，会制造很多忧悲恼苦啊。对，那你在制造很多忧悲恼苦，人看人，嘛人去看鬼啊，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根本都不是鬼神或者别人在操纵你的，是完全源于你的自心，你自心里面的，我们说这个业识习气里面所包藏的种种特性。那主要就是什么？源于无明跟爱欲。你的无明跟爱欲，我的无明跟爱欲，大家都有，对不对？但是每个人生死流转过程当中，或者说不要说生死流转很多事，就光这一世，我们本身比如说女性、男性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那个内在的反应机制就不同，有没有？那个内在的反应机制配合着根源性的无明跟爱欲，有没有？所以就会怎么样？就会不断的造业啊。无明跟爱欲，这个叫迷惑嘛，对啊。然后你看有这个迷惑，就会怎么样？有业惑，就会造业。那造业呢，就会有烦恼，就烦恼惑。那你看看，淑慧师姐这样是不是这样啊？有没有？所以不是鬼神在操纵，所以生命的进化，看到没有？生命的进化跟成熟，我现在讲得很清楚了，对，不是透过任何的金忏可以达到的。不是透过任何的祭祀可以达到效果的。你如果说啊，我相信金忏或者相信祭祀，那我觉得我要做好金忏，所以怎么样呢？说我要节制自己的身口意行，让自己的身口意行清净。所以是身口意行的清净，让自己的生命清净，不是因为做忏哦。要咱今天没讲，是不是这个样子？周师兄知道这个意思吗？那我们一般在宗教上面，一个是讲，你看你这做宗教仪式，你有时候透过宗教仪式在净化你的生命，不是？是因为你相信那个宗教仪式，所以你怎么样？你会亲近自己的身口意行，为了达到那个宗教仪式的效果，有没有？但是其实那个宗教仪式是仪式而已，主要的效果是因为你在亲近自己的身口意行所形成的戒的改变，你的境改，内在里头的那个境界的改变啊，所以那个引力跟磁场的改变。那是什么？身口意行的习气的改变，所以那会变成命运的改变。你看不？你感受？所以不是做仪式的改变，不是，是因为你的身口意的习气在改变。啊，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啊，好了，那现在再讲下来。所以佛陀跟学生讲，那你做如是知，如是见。你看你有这样的了解啦，有这样的领悟，对不对？为有离欲恶不善法，乃至身作证具足住否？就说有初禅吗？有二禅吗？有三禅？有四禅吗？有八解脱具足住吗？有没有啊？没有嘛，对不对？没有啊，对。所以虚生回答佛陀说：不也世尊，佛也世尊啊，
没有。我作如是知如是见，跟四禅八定跟八解脱具足处怎么样都没有关系，而是当下自心有没有正思维的如实确见啊？所以呢，佛就跟学生讲，这样叫做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有没有？所以次序一定是这样。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不了解法，就能够生死流转现象的因缘，生死流转是怎么样缘起的，你怎么会知道怎么样去停止这个生死流转的现象呢？对不对？先知法住，知道生死流转是怎么样在发生的，你才能够确定，才会知道说生死流转可以怎么样寂灭涅槃嘛。所以一定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对不对？啊，那你看建立正见了，所以这个善男子他怎么样呢？他就常常独一尽处了，不再去攀缘了，有没有？随时内观，修正自己的身口意行，然后消融内在的种种的这种习气，专精思维，不放逸住，离于我见，有没有？最后呢，他证得不起诸漏，心善解脱啊。所以原本这边分两个，一个我现在讲就是比较接近正确的这种说法，其他的说法我不想多说了啊。先知法住，后知涅槃，这样建立正见，其实在阿含经的这个概念系统上面，这个就叫做会解脱。也地回已经阶段不明啊，所以叫做会解脱。那得了会解脱之后，独一尽处，专精思维，不放逸住，离于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有没有？就成就了阿罗汉，就近解脱。所以先是智慧上面破除无明，叫做会解脱；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叫做会解脱。然后进一步修行，在六根促进的过程当中呢，离于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就成就阿罗汉。得知我生已尽，凡情离力，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有没有？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这就是这些比丘说他们是会解脱的原因。我现在再强调一次，再讲一次，所以不是说会解脱了就没事了哦。会解脱算是开悟，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有没有？头前车开悟了，还个后边一段真大段的，有没有？独一尽处，专精思维，不放逸住，离于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这样清楚吗？好，那你看，我现在要讲再进一步。你看，你建立了正见，你得了这样的正见，比如听佛陀这样说法，得了正见，但是呢，你常常心蛮混动的，不稳定。那你怎么样？那你觉得你自己先要刻意的培育止禅的力量，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啊，你当然可以修四禅八定啊。但是你就会很清楚，你修四禅八定在干什么啦？不会被那个禅定给迷惑啊，有没有？那你如果说你本身，你等于说你的心的稳定度很高，你得了这种正见了，那你怎么样？事情很少，常常怎么样？在行住坐卧当中都能够自觉性的观察，做内观。那你需不需要刻意的去培育四禅八定啊？不一定需要哦，不一定需要。但是我现在强调一点的是，一般人会有个错误的看法，以为说，四禅八定会比较深，不会，这种比较深。独一尽处，不放逸住，你试看看，它是一种绵密而无间，用观来指的，所以它反而是一个很强的定力，这就会进入六祖慧能在讲的那个东西，即慧之时，慧在定。你有这个观，自然就有这个定。即定之时呢，定在慧。那你有这个定，就自然在这个观慧里面。所以它是定慧等持的。这是走慧解脱阿罗汉一路的这种修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其实在中国的禅宗里面，到慧能之前，那个禅法跟那个精神其实都还蛮正确的。后来到那些参话头啦，弄公案啊，就垮了，就灭了。禅法其实到那边就灭了，就没有办法再开启，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没有真正的道次第。那你们看这篇经文这样很清楚，有没有？这样会很清楚，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什么样叫做修行，修行的道次第，在目前台湾流行的这些禅修的观念，有没有？不管它是北传的，或者密教的，或者说是南传的，有没有？或者也有人号称叫做原始佛法，那讲的也不一定跟原始佛法一样啦，有没有？那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让大家直接接触原始佛法的这个经典嘛。那我只是帮忙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它那个依个人的这些修学的心得，提供某种解经的方式，然后你们自己去参考，然后自己去用心，哎，那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一件事情啊。你看，像这篇经文很清楚啊，建立正见之后，所以在生活上面怎么样？守护六根啊，就是守护六根啊。所以就在六处入处的当下，见贪嗔痴离贪嗔痴。佛陀在另外一篇也有讲，修行就这么简单，建立正见，然后在六处入处的当下，见贪嗔痴离贪嗔痴。所以到最后才有办法怎么样？你看我们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呢，就像一个湖面一样嘛。那我们刚刚莲花不，你用那个浸在里面啊，所以你看你用调水嘛。那我们建立正见就开始会怎么样呢？光建立正见，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它就会产生一个效果。内在里头原本的那种世间思维，好不好？你看你就会淡很多了。你想讲我踮这个世间要得到啥，好不好？要靠啥，想要变啥棒，好不好？你就会淡很多的，还是会有贪嗔痴啦，有没有？但你可能发现它淡很多。然后碰到境界的时候呢，你看你就容易回转。因为你有这种正见啊，所以建立正见为什么叫做在这个基础上面破除身见，有没有？你就知道有色受想行识有五因没有错，但是这个五因是怎么样？是随因缘条件在升起跟变化的，所以就像佛陀在教虚身一样，虚身呢有没有五受因呢？有啊，五受因是常还是无常啊？有没有？那你看他从五受因再带到缘起，就是五因背后的原因，就是身心背后的这个缘起是这样在形成的。所以你看这样如实建立起对生命的这种正见，所以破除身见，有没有啊？所以你就知道说，所以不要那贵先挖，有没有？不要那含运自己的生命，不要那去含运此世跟去为未来世做功德累积，有没有？你就没有戒取了。你都别想讲我做禅啦，我来拜拜啦，我来求什么功来什么那个来保佑，有没有？你就不会这样搞了，知道吗？你不会这样做了，你看这叫戒取断了，没有宗教的那种戒取，然后对生命怎么样行持，有没有？此世后世应该怎么样走是比较正确、比较确当的，甚至可以从人天福报的累积，然后进一步通达世出世间的这种智慧。对于生死流转的这样跟生死寂灭的这样的路途，你看你内在里头没有怀疑，那你敢想这叫断疑。所以你看破除生见，所以不会有戒取，有无？刚才我在讲的意思，所以你就别想讲我要去做什么禅，我要去做几百拜，这样怎么样？你就不会那些东西嘛。因为你有真正生命的正见，所以叫做断疑，知道自己的身口意行跟业习之间的相关，然后业行、身口意行跟所谓我们认为的人间的境界、福祸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就是因缘果报，有没有？你自己很清楚啊。所以破了戒取，也断除了这种生死流转跟生死寂灭之疑，有没有？所以你当然就知道怎么去对待你的人生呢，此世后世，有没有？就这个意思啊。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件事情，这样不叫开悟，不然叫什么？不然你们以为开悟是什么？这就叫开悟啊！所以这个开悟就叫做证得出果须陀洹的智见，以地慧的见解，就是要等说在智慧上面的正量了啦，断除身见、戒取跟怀疑啊。那所以如果进一步在这个基础上面，他守护自己的身口意行，
走在实战业上面，戒行成就，对吧？他就不会堕入三恶道嘛。其实就这么简单啊。那他在这样的智慧跟他的行为的这个基础上面，持续性的去增上啊，所以一定会迈向究竟解脱嘛，就是一定会达到怎么样？我生已尽，凡情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嘛。这就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的重要性。所以为什么说在修学佛法上面，那么多的修行人，有没有那么多追求佛法，大家都要开悟，但是不知道开悟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啊？所以打开欧北部，有没有？你们现在知道这个意思了吗？你如果了解原本佛陀时代教的开悟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参公案蛮好玩的，但是不一定会开悟。参话头蛮好玩的，但是也不一定会开悟。修禅定蛮有意思的，但是也不一定会开悟。那些都跟开悟没有直接相关。这就是为什么，所以有些你看像我们在中国禅宗历史上面看到有些那些禅修者，他们很可怜，有没有？在禅堂里面，然后一个禅林换过一个禅，10-20年在那边修都弄啥不？然后突然在山上突然看到梅花开了，有没有？他有所领悟，看到生命啊，跟在那边参话头、参公案没有关系啊，直接就看到生命啊，不是目睭看是因，目睭看是表面，心真正去看到生命是什么啊嘛，那就是会这样啊。那很多人号称他开悟，有没有？号称他什么个样子？但是对于生命的这个缘起，然后生死流转的极灭之道，他完全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啊，有没有？什么活佛，然后什么大士，有没有？还开悟，而且还是怎么个样子？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我没有要去批评的意思，我现在的意思只是说，在原始佛法里面，佛陀教的所谓的他传递出来的开悟的讯息，就是这么平常，然后就是这么彻底，也就这么如实。怎么个如实法？在你的心里头如实了知，确认生死流转的因缘，跟如实了知确认生死流转的极灭之道。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有没有？所以你就能够怎么样？自周知一，法周法一啊。像秘书，你建立正见了，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你的病下棒的时候就会有什么样因缘果报，这样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你就会自周知一，法周法一嘛。所以你就不会有那些宗教上面的戒取，就不会去做那些心外求法的种种，有没有？然后呢，不断的在自己的这种短短的人间世里面，有没有？然后虚耗掉，就这样。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他们都想要开悟，就是这个原因。你看，了解了，心里头了解了。我说心里头了解，我们说语言文字真的是非常有限的。你看了解这2个字都叫做了解，对不对？我1997年读这篇经文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了解啊，也是只能用这2个字叫了解啊，对不对？那经过14年之后读这篇经文，我也觉得我了解啊，但是这个了解跟那个了解会是一样的吗？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叫做层层转进，层层转生。